扫一扫二维码，填写问卷，一起参与潮玩 VR 的年终总结节目，你的每一票都会左右节目的走向呀。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我是爱玩 VR 的姐夫。有看我在哔哩哔哩发的动态视频就知道，著名的录制混合现实视频应用 Lift 推出了安卓客户端版本的 Lift.TV， 终于可以摆脱苹果 iOS 装置的独占了。这个对好多玩家来说，简直是一份大礼物，毕竟用安卓的用户还是挺多的。今天这个视频会教你如何用 Android 版本的 Lift.TV， 在不需要电脑、绿幕或者超级好灯光的情况下录制 ML 视频，还有一些使用上要注意的地方。喜欢这影片的话，也请一键三连和关注我们频道，以后会有更多 VR 相关的游戏和硬件体验教程在这里播放。让我们正式开始吧。先戴个头盔声明一下啊，我自己不是这个 App 的开发者，也不可能完全解答到所有使用 App 过程上的问题，但我会尽量把我自己遇到过的情况在视频里讲出来，希望能帮助到你。如果有大神知道问题所在的话，也请在下方留言一起分享啊。安装 Lift.TV 其实十分简单，感觉比 iOS 版本更容易。这次安卓版本的 Lift.TV 目前还在早期的测试阶段，所以你在 Google Play 应用市场是搜索不到的，需要在这个网址下载。我也会放在网盆上面，方便大家找到。如果要录制 ML 视频的话，官方建议手机的 CPU 要高通骁龙855起步，也就是3比9、1+7、Sony Xperia One 等机型都可以用。我自己是用1+8T 的，其他机型就没有测试过了。有试过的玩家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一下啊。接下来就是在 Quest 2上安装 Lift Connect， 在 Oculus 商店搜索 Lift Connect， 再点击安装就可以啦。软件方面准备好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硬件吧。手机和 Quest 2都要连上同一个 WiFi。这里建议路由器要支持5 GHz 频道，当然如果你有 WiFi 6路由器也行，反正是越快越好。点开手机上的 Lift.TV， 进入主页面，我们能看到2个模式 Watch Mode 和 Mixed Reality Mode。Watch Mode 就是在手机上看 VR 里的画面，类似投屏的效果，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上面这个 Mixed Reality Mode 才是最好玩的一个模式，可以把真人跟虚拟世界结合，也就是节目一开始播放的那种效果。点击 Mixed Reality Mode 下的 Select， 会提醒你带上 VR 头显，并打开 Lift Connect。第一次打开的话，应该要你给 App 一些权限的。点击可以就行了，之后就进入到这个等待界面，可以看到除了能连手机的 Lift.TV 以外，电脑端的 App 也可以连上。不过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讲安卓端的装置，后面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做一个电脑端的视频啊。说回正题，如果 VR 和手机都连上了同一个 WiFi 后，界面会提示成功连接装置，把 VR 往上牵起，放在额头上以免失频，或者你也可以预先贴张贴纸挡住传感器，然后拿起手机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在手机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界面有视频提示你拿起手机校准，方法很简单，按 Next 进入下一步，左手拿起手机，右手握住右手柄，把手柄环对准手机屏幕上的绿色圆圈，再按住扳机键3秒，就会提示成功校准了。这时候要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放置手机，不要轻易的动它。我为了拍摄效果好而用上了三脚架，你也可以像操作提示那样靠在书本上。这时候如果你在头显里看一下的话，就能见到一台虚拟手机出现了。位置准确的话就按 Confirm 去下一步，如果不太准确的话就按 Realign 再次校准，按下 Confirm 后会提示成功校准，再按 Let's Go， 手机就能看到头显里面的画面了。这时候只要你走进画面，就可以看到自己出现在虚拟世界里。在手机里面，你的头显会出现一个灰色小方块和2个灰色的虚拟手柄，而且右手上会有一个黑色平面方块用来跟手机校准的。不过我们玩家可以忽略掉。如果觉得手柄有延迟的话，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设定键，移动第一项 Controller Delay 到你觉得合适的程度。在手机画面上看到虚拟跟真人的结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录影啦。点击下方的 Start Game 后，会出现这个画面，然后要带上 VR 头显，在里面先推出 Lift Connect， 进入游戏后再按手机上的 Start 按钮，就能看到游戏画面跟真人在一起啦。而且关键也在我手上，不只是强行放一个人进游戏画面而已。如果是第一次在 Beat Saber 节奏关键里录 ML 视频的话，记得要预先打开 MLC 选项。进入游戏菜单后，按齿轮进入设定，点进右2的选项 MLC， 并打开开关，要不然会没有 ML 效果哦。然后安卓版本的 Lift.TV 最方便的一点是有一个按钮可以直接录制视频，而不需要像 iOS 版本要额外设置录屏。这个 App 竖屏、横屏都可以使用，不过录制功能的话只有1280x720的分辨率，
也就是 720p。如果是放到哔哩哔哩、YouTube、抖音等平台的话，这个质量可能有点低，但是放在朋友圈或者 Instagram Story 上作为朋友之间的分享，我觉得已经挺不错啦。至于可以录制 ML 视频的游戏，其实不只是有 Beat Saber 啦，我们还可以录自己玩立体拼图的 Cubism， 在虚拟世界里画画的 Open Brush， 躲避障碍物的音乐节奏游戏 OShape 等等。详细支持 ML 视频的游戏我列在这里，可以暂停一下看看啦。这个 Lift.tv App 由于是测试版本的关系 ，App 的表现有一点点不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崩溃也很正常。在抠图质量上，偶尔也会有点小偏差。在游玩的过程中，手柄有可能没有对准到我们的手上。特别是当我距离手机越远，虚拟道具脱手的几率就更大了。所以拍 Beat Saber 的话，我建议拍半身会比较好。或者有大佬测试到一个更合适的拍摄距离，也可以分享一下哦。还有，不论是手机端还是 Quest 2，耗电都比平常高，大概1个小时40分钟左右，我的 Quest 2就玩到没有电自动关机了，而手机就从100%的电量跌到20%。虽然我对这个 Lift.tv 有些吐槽，但我觉得可以接受，毕竟录制成本下降了10分多。随着测试版本的更新和以后的正式版本，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会一个一个解决好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分离效果，可以穿上跟背景不同色系的衣服，还有在旁边打灯，应该也有一些帮助的。而且背景越干净，抠出来的原伤会更好。另外，距离路由器越近，接收信号越好，画面也会更流畅。不过我录视频的时候发现玩关键偶尔会卡，可能玩一些打了特效 mod 的字迹谱也会卡一下。玩 hard 模式或以下的话影响不太大，但玩 expert 跟 expert plus 就可能不太能接受了。如果用 Lift.tv 有问题的玩家，可以到 Lift 的官方 Discord 反映一下，或者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再转达给开发者。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安卓版本的 Lift.tv 好像只有一个程序员负责改善。更新进度应该比较缓慢的，如果以后有些重大更新，我也会在评论区和动态说一下的。另外，想有更好的 ML 视觉调整而不用绿幕的话，其实可以用 Reality Mixer 这个 App， 不过暂时只有 iOS 上可以用得到，但已经比我在3月份时做的这一次视频改善了好多了。有没有玩家需要这个更新过后的 Reality Mixer 教程呢？举个手，让我看看再考虑吧。正在看视频的你，对于 Lift.tv 现有的功能满不满意呢？如果你同时有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你会在 Lift.tv 和 Reality Mixer 里面选择哪一个拍摄 ML 视频呢？欢迎在弹幕或者下方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除了留言以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群，群里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 VR 玩家大佬一起来聊数码和游戏，顺便可以一起解决一些 VR 应用上的疑难杂症。在 QQ 里搜索这群号，输入回答秋鸟就可以成功进入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茶玩 VR。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茶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造成的 MetaQuest 爱好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